台灣大小事 GDP 成長四小龍第一，股票反而更危險哦。先說結論哦，錢太多是一種警訊哦，是因為閒錢會亂跑哦，閒錢會亂竄。那更怕是閒錢就不動啊，就有錢但是不流通，那也會讓股市變得更加動盪，也會讓房地產變得更加動盪啊。錢要有去處啊，就是這樣。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好市多亞灣店開幕就被罵，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台灣重回亞洲四小龍之首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台灣 GDP 成長四小龍第一，超額儲蓄史上最高。那內容是這樣，就是台灣今年首季的經濟成長到 14.55%， 林老師怎麼會有這麼誇張的？將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高，連續2年居亞洲四小龍第一名哦，有圖為證。你看這張折線圖哦，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就是從2023一路狂飆，達到現在的 14.6%， 是亞洲四小龍裡頭最高的。第二名新加坡，經濟成長率 6%， 這叫台灣的一半哦，很誇張哦。而且主計總處預估，今年台灣的超額儲蓄也會創下有統計以來的新高。你看第二張圖哦，藍色的地方就是超額儲蓄，2026年預計會攀升一大截，這樣，這聽起來很威風，很秋哦，全民發財呢哦。那超額儲蓄是什麼哦？它跟我們存在銀行裡的錢是一樣的嗎？我先解釋一下什麼叫超額儲蓄哦。它算法是這樣，就是全國賺的錢減民生消費減實體投資等於超額儲蓄。就是說全台灣哦，把它看成一個人哦，他賺進來的錢扣掉他花掉了，扣掉他拿去投資的。這個投資不是說做股票買房子這種投資哦，而是比較像是那個硬性的資本支出哦啊，像台積電擴廠啊這種的。然後最後他花完剩下的錢趴在那個婆仔裡的這個什麼都不做的錢叫做閒錢，就是超額儲蓄。所以你要知道，閒錢太多很容易出事哦，錢跟人一樣，閒久了就會想要找事情做，例如很多衝動消費嘛，都是無聊滑手機的時候發生的。錢也一樣，當一大筆資金找不到出路，就會瘋狂的一窩蜂去進亂七八糟的地方啊，進股市哦，進房市哦，這還算相對正常，會進到很奇怪的消費那邊去。就平常這個奢侈品沒人在理它，突然就奇貨可居了這樣。你買我也買，然後大家一起就把價格越推越高啊，價格一高，大家賬面上是更有錢的哦啊，更有錢就怎樣，就更敢買哦，更敢買就更高，一直無限循環，什麼左腳踏右腳螺旋升天啊。那超額儲蓄太多，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警訊。你再重新看一次這張圖哦，台灣在2023年的超額儲蓄是3兆，那今年直接乘以3呢，變9兆呢，哇靠！也就是說，這3年來突然多出了6兆的閒錢，然後就這樣，那個股市、房市亂竄哦。啊，房市是因為信用管制壓制，狠狠的壓制住。那現在大家錢都被拐去哪邊了？都拐去股票那邊去了。所以台股就往上拉抬哦，過了3萬，過4萬，4萬可以盤旋這麼久，這樣啊，就不如給它留到實體經濟，對不對？小店還是在收啊。好，那工廠還是在關啊，只有半導體電子業。我這個也在另一個頻道也拍一集嘛。那最後你要知道，這跟買房有什麼關係啊？你可能認為說啊，閒錢留到房市，錢就花掉了哦，就 OK 這樣，不是哦。你買房，錢是排到哪邊？跑到屋主的戶頭啊，對不對？那屋主拿了錢，那他要幹嘛？對不對？看他繼續趴着，或是做股票。現在應該大家都去做股票哦，9兆還是那9兆，但是房價就被墊高一輪。這就是為什麼資產看起來會一直漲，但是超額儲蓄還能一直創新高，因為錢沒有離開過啊。現在最需要擔心的是股票一族哦，為什麼？因為股票裡面就是一大筆錢在那邊亂衝，一有風吹草動就大崩盤，甚至風不吹草不動，它也是給你崩下來。前幾周不是才發生嗎？你看這個新聞，台股一夕崩跌近3000點，創最慘紀錄。金管會出面密切注意市場變化。然後這什麼時候？2026年7月17耶，717耶，拐腰拐耶，我們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參與了歷史哦，史上最慘崩盤。有什麼事情？有什麼事情都是後見之明，都硬解釋的，其實就說沒什麼事情，對不對？所以是做股票的話，真的是要小心一下。
我現在不是說要唱衰股票一族還是怎樣，我自己沒做我就眼紅還是什麼，而是股票就這種東西是常態，真的要把它認作常態了。還記得2024嗎？2024開年不久，叫4次熔斷，還記得那個台股血腥7日嗎？台股被關清明連假，那時候那個外面就已經說要打仗還是要幹嘛，然後就整個風雨飄搖就是這樣。所以這個東西啊，常態，居然是常態。我們房地產不是沒有這種東西我們房地產也會發生這種很奇怪的事件，什麼東西也沒事啊，突然會發生一件事情，讓這個房子的估價整個會暴跌。比方說什麼？比方說事故屋，出租租的好好的，突然房客想不開還是怎麼樣，就沒辦法，那就是遇到了所以房地產也是有這種風險只是說做股票的這個密度好像有點高，好像一年都會有一次以上，所以這是真的是要注意一下。現在股票賺錢總是比較好的吧？還是要全島一起賠錢，然後賠得亂七八糟，路上都在打砸搶燒，這不是好事情啊。所以大家這個股票賺錢是 OK， 可是像我就會認為說，大家都是股票3萬點被抬上去的所以現在下來個3000點，這也還好吧？沒有你看翠血流成河說什麼上半年賺的都賠回去，奇怪，上半年不是從3萬這樣爬過來嗎？為什麼會這樣子就被抬出去？這我就不是很懂。然後大家在 po 誰賠錢比較多這樣我想啦，就是股票好好放的人他基期低的這樣一路給他捏上，他台積電買在2000以下的應該還 OK 吧，對吧？這次往下掉3000，好像台積電也是2000以上啊。我滿在總之你看股票跟房地產一樣，你買在價格低就很難輸很難死这樣。可是股票的風險跟次數畢竟還是比較多，相對的嘛，它的超高報酬的幾率也是比房地產大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們如果是買房一族的話沒有差因為這個超額儲蓄存在房子裡的錢基本上不會亂動房子不像股票一樣這麼好買賣呢它流通性很差呢房子就是不動產就不動了嘛是要怎麼亂動？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本業穩不穩健。我是很重視本業的就我看外面的那個，我也沒有要酸人家的意思總是說講投資的然後講股票的講房地產的，好像這個就是他們的本業。那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嘛，我們就是上班然後幹嘛？像有人在電子業，然後有人在傳產，有人在貿易公司，有人在銀行 ，OK， 這個才是市場中大多數人的樣貌。OK， 好，那這個本業才是一個普通人能不能持續去置產買入資產的關鍵。本業不穩被抬出去嘛，對不對？一樣就是專注本業，然後持續提高收入，就可以一直留在場上。你想一下，就是一個本業很強的人，然後現在他股票他有買然後房子的話自住房而已，還沒有去做其他間。OK 好，然後這個股票摔3000這樣直接給他摔下來，他本業很強，他有差嗎？他就很安全嘛，他只要槓桿沒開太大就沒什麼事情這就是本業可以幫你續命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專注本業真的是這樣，賣歐北部啊。那想說講到這個，就是股票那邊大漲的時候，我都被人家笑。你看那個買房的人還在那邊賣房地產，那白痴什麼超多那個留言，還有那個特地加賴就為了要來噴我的，我也不是很懂這什麼心態？我又沒有眼紅說股票怎麼樣，股票賺錢很好啊，我只是繼續講我的房地產，這樣也被噴。好，然後那時候脆上是不是一大票都是什麼？一大票都是他辭職。我這樣可以全職操作股票嗎？然後什麼我想退休了，一大堆這種文，然後再對比這個摔3000，直接1天之內給他摔下來，這些文又不見，又回去上班了，104重新打開之類有沒的，股票的變動真的好快所以股票不是不能做啦，而且成熟的房地產的置產者，我現在不講房地產投資人置產的人大概都是股房双刀流的。不然理財型房貸貸出來要幹嘛？都嘛是跑去跟台積電輸贏就是這樣啊。股票就是會發生這種事情，要很小心很小心，好像在摸一頭不是那麼溫馴的老虎。他什麼時候突然壓起來，然後嘴巴這樣一拐就把你的手扯斷，也不是不會發生。然後房地產像烏龜有夠慢，那烏龜全速朝你狂奔過來，他想咬你一口你也不怕，就是這樣。我要表達是房地產安全穩健然後報酬低我們這種性格就保守穩健的人我們當然就是選房地產就是這樣而已。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台灣 GDP 成長重回亞洲4小龍之首，但是超額儲蓄同時創新高。
我先討論了讓大量閒錢找不到實體投資出口，很容易就會湧入投資的市場比方說股市、房市，這還叫有管制的哦，沒管制的一大堆，古董對不對？然後虛擬貨幣什麼的，然後推高資產價格，出現股市劇烈的波動。結論就是股票一族要提防資金的快速進出造成的大幅震盪。那買房一族就是想辦法讓自己留在場上，然後專注本業。然後慢慢長期穩定買入資產，優質資產，然後持續提高收入，就很難輸啊，就是這樣啊。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現在手上多一筆閒錢也不多，大概就是5000萬新台幣現金那你會放到哪裡去？ A. 房地產、房市，蛋黃區買下去趴着就好，B. 股市行情還可以再衝一波， C. 換成黃金，睡在錢上面最有安全感。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閒錢太多會出意外有很多很複雜的成因，其中最明顯的成因就是說，為什麼這些錢會變成閒錢？沒有什麼好投資的，你知道？沒有什麼好投資，硬要去投資，就會去找那種隨時可以跑的。隨時可以跑無意中就會加劇那個動盪那房地產現在因為房地合一 2.0， 你看那個稅制就是要你放長，好，所以即使是閒錢，他進房地產之前也會思量再三，錢趴在裡面可能就是趴着。那我去股票一鍵售出，好像也可以好像也沒有不行啊，所以就很容易加劇。那果不其然嘛，你看這個一次下3000現在漲幅也是很誇張，什麼加900加600，然後減1100減1500，然後減3000，波動非常的劇烈。第四法人嘛好，那閒錢太多找不到優質的地方，就喜歡去賭博像日本的泡沫經濟那時候亂象更誇張美國次貸危機很多都是這樣的發生，閒錢太多，那銀行就一直想辦法要借錢出去嘛，然後借款的条件會變得越來越奇葩，越來越寬鬆，就是這樣。我們大家銀行有錢，這個是銀行的負債，你知道嗎？就資產負債表裡面它是負債銀行要把你的錢放貸出去，這個對他來說才是收益。所以說銀行就要積極放款結果放款現在大家不借，你知道，就是有啦，就頂多很衝的人嘛，什麼3代同堂、4代同堂、6代同堂的車貸、信貸什麼貸嗎？能借全部借，通通就凹股票，就遇到這個開盤跳空往下，然後1天3000，然後又被抬出去，我也不曉得。銀行借錢借不出去，表示大家就第一個消費沒什麼意願，然後第二個沒什麼好投資的就銀行借錢借不出去，就是很容易會引發這種資金的亂竄的亂象。好，那現在其實講起來，認真講起來，現在是買房子的時候現在不是賣房子的時候。你現在賣房子你也賣不到什麼好價錢那你现在買房子太好了根本沒人在買房子就要挑這種時候。股票那邊不是有很有名的巴菲特的話，別人恐懼我貪婪嗎？那現在的話，房地產遍地都是你現在可以慢慢挑你2024的時候，因為 FOMO 急着上車要用搶的，我們現在可以慢慢挑真的是慢慢挑。總之我千言萬語還是濃縮一句，就是專注本業愛玩股票你就玩股票你不要荒廢本業那你就是本業可以一直進貢給你這些很大量的現金，很大量的銀彈，那就很好啊那你要做房地產，本業更重要，因為房地產就是會走到你每個月要貼錢的階段。你說不會啊，我早年買的房子現在這個租金都可以沖掉這個貸款，然後還有剩這很好。
那你多買幾間你就知道哦，你就是會走到每個月要那邊去貼哦，然後你下一間如果要發動貸款還要收支比的問題，所以房地產就是一個這麼艱苦的遊戲，很硬啊，真的是很硬啊，能持有多間房然後撐下來的人都很硬啊，那專注本業啊，還是有一個做房地產的哦，因為股票賺錢賺很快又賺到小錢，他就要捨棄他的本業，然後去做股票來養這些房子，不太危險了吧？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你是養了一堆房子，好，然後用便宜的錢，好，就增貸、理財型房貸等等便宜的錢，還款周期又長，甚至還有寬限期，你借哪筆錢可以讓你借30年哦？好，然後就這樣給它貸出來，貸出來以後，你用房子來支撐股票哦，就可以怎樣？就可以台積電，我跟你輸贏到底。